神婆发现这个小女孩有些不对，将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。可是女人觉得神婆疯疯癫癫，并没放在心上。等母女回到家时，女孩出现了状况，杯子被打翻在地，到处是水。只见她捡起湿漉漉的插头，径直朝着插座走去。眼看她就要触电，就在此时，妈妈发现，大声喝止：“小雅危险！”结果妈妈扑了个空，是继母将她拦下。原来女孩的亲生母亲早已经成为鬼魂，只是她放不下自己的骨肉，所以一直待在女儿身边。妈妈伸出手，想为她遮一下刺眼的光，依然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虽然阴阳永隔，女儿看不见自己，可她依然乐此不疲。仔细看，他们家又出现一个鬼影，貌似女孩的危机并没有解除。而妈妈晚上并不在这过夜，需要回到自己骨灰坛子里。只见她手脚有所忌惮，突然之前的那位神婆从后面勒住她脖子。而神婆是负责把鬼魂送到上面去投胎的人，由于心慈手软，总是完成不了上面交给她的任务，导致这里心愿未了，赖着不走的鬼魂越来越多。女孩的妈妈就是其中之一。今天是她的忌日，父母带些吃的过来祭奠她。爸爸擦了擦女儿的照片，不免又难过起来。而妈妈故作坚强，叫她不要哭了，这有什么好可怜的。随后她去了卫生间，借着水流声，一个人偷着哭。看到她这么痛苦，做女儿的也伤心不已。离开时，小女儿说今天应该叫姐夫一起来的，可妈妈很反感她这么说，毕竟人家已经再婚了。他们说的这个人是一名医生，在前妻忌日的这一天，还在给同事们讲着笑话，一起开怀大笑。在下班回家途中，他跟着音乐尽情摇摆，充分享受人生，似乎忘记了死去的前妻于里。很久以前，他跟于经理朋友介绍彼此一见钟情，在经历4年热恋之后，他们又回到初次见面的酒吧，趁着一粒进球，他们定下了婚约，好像全场的人都在为他们欢呼。很快他们步入婚姻殿堂，可令人没想到，他们只有年的缘分。这是他最后一次送阿和上班，接着于里挺着肚子去完成一项售后工作，突然身边跑出一个人横穿马路，司机为躲避他，导致车辆失控，结果朝于里冲过来。他下意识转过身护住肚子里的孩子。此时医院这边，一位心脏病人危在旦夕，阿和不顾教授阻拦，执意要去做手术，一定会把人救活。为了不被教授干扰，叫人把门锁好，并切断与外界通讯。这时于里车祸的消息传到教授这，此时他跟孩子已经性命难保，想必他们是等不到阿和了。于里握住教授的胳膊，请他无论如何保住肚子里的孩子。没多久，于里听见孩子的哭声，滑落一滴眼泪，也永远闭上了双眼。医生刚从手术室出来，没想到自己怀孕的妻子因为车祸死在了手术台上。他来到于里身边，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抓着他的手嚎啕大哭，不知所措。他怪教授按照伦理意愿选择保住孩子，但他不知道于里伤势严重，已经保不住了。从这一刻起，阿和对手术室产生了恐惧跟心理问题。之前他们还说宝宝出生时不许哭，要甜蜜的迎接我们的孩子，可短短1个月却物是人非，他们没能履行约定。阿和一个人来见孩子，没有幸福，没有惊喜，依然深陷悲痛之中。在他的葬礼上，参与吊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了，于里的爸爸终于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。世上根本没有一种能够坦然面对离别的方式，即使有，也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。阿和在路边痛饮，将一切归咎于自己，一边试图拯救于里，一边自责地抽打自己的脸。阿和跪在岳父岳母面前，请求他们收养这个孩子，结果遭到岳母的坚决拒绝。岳母问他凭什么要他们来抚养孩子。其实岳母是个明白事理的人，他知道阿和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，如果答应阿和，他必然会毫无牵挂地随于里而去。岳母劝他努力工作，同时照顾孩子，只要别闲下来，这段时间会过去的。从那时起，阿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他每天照顾着小雅，虽然手忙脚乱，但对女儿无微不至。空闲时，他心里仍然感到难受。时间一年年过去，女儿也学会了走路。又是一个冬季，不再是他一个人带着女儿。小雅今年5岁，阿和组建了新的家庭。当他独自一人时，尤其是看到别的情侣时，会想起于里，不禁伤心起来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于里的灵魂一直在他身边。女人死后，灵魂离开了身体，10月怀胎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宝宝，他无法接受现实，整天在骨灰堂里痛哭流涕。看得出，这是每个灵魂必经的阶段。他没有去投胎转世，而是整天陪伴在家人身边。当他看到丈夫难过的样子时，自己也忍不住落泪。时间一年年过去，她的心情也逐渐平复。丈夫和敏珍组建了新的家庭，这也是于里希望看到的。在学医的时候，他们就认识了。敏珍对阿和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但有一次偶然间，他听说阿和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从那之后，敏珍收起了心思。当于里去世后，敏珍抱着孩子成了最大的依靠。她还不知道孩子的母亲是阿和深爱的人，直到阿和来看望新生的宝宝，她才明白了所有的事情。阿和在路边喝酒，试图忘却悲伤。这时敏珍坐到了他的对面，点了2碗面。阿姨，1碗就够了。阿和终于露出了笑容，是于里久等的解脱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于里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故事，一步步走向婚姻的殿堂，但心中总有难以言表的感觉。结婚后，敏珍辞了医院的工作，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孩子。她要成为小雅的真妈妈。由于长时间以来的流言蜚语，她变得沉默不多话，也不怎么社交。今天是小雅的生日，也是阿和前妻的忌日。阿和看起来异常兴奋，实际上是在掩饰内心的痛苦。这时候，于里感觉到了些许异常，家里似乎有其他的灵魂存在，
最后在小雅的帐篷里找到了一个地缚灵，他一直躲在这里无处可去。为了女儿，于理毅然决然地将她驱赶。这时小雅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她走到于理面前，停下脚步，然后绕到沙发那边去了。于理立刻意识到了什么，他明白女儿能看到鬼魂。幼儿园里，一个男孩穿墙而过，一个能看到灵魂的女孩跟了上去。时间过了很久，老师发现那个小女孩不见了，妈妈也听说了女儿失踪的消息。她开始在幼儿园四处寻找女儿。妈妈路过厨房时突然停步，看见一道身影闪过，错觉，不是一个鬼影从冰箱里跑了出来。于理立刻冲进了厨房，把头探进去看，女儿果然在这儿，不过已经昏了过去。他大声求救找人帮忙，无奈自己是一只鬼魂，别人看不到也听不到自己讲话，绝望中大喊女儿的名字。女孩稍有些反应，脚碰到冰箱的门，门开了，刚好被经过的老师看到，他们迅速把孩子送去医院。女孩的爸爸跟继母也匆忙赶到，他抬头看了看监测仪，生命体征稳定，终于松了口气。接着于理跑到神婆那问是怎么回事，昨天还发现女儿绕着自己走，神婆告诉他不该陪在女儿身边那么久，现在受她影响将会看到更多的鬼魂。听完他痛心疾首，只要女儿能恢复正常，哪怕自己永远不再见她，或是去地狱都行。本想着看到女儿走路时便离去，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又会有下一个期待，好想见证女儿每一个成长阶段，殊不知他这么做反倒害了孩子。于理论受到打击，心如死灰。她来到繁华的街道，看着周围那么多幸福的人，为什么自己不是其中一个，偏要跟丈夫孩子天人永隔？现在连看着他们的权利也没有了。就在于理哭诉的同时，她的骨灰闪烁了一下，冬日里突然电闪雷鸣，飘在空中的雪花瞬间变成了冰，砸向地面。神婆注意到了异常天气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手中的串珠也突然断开，散落满地。没过一会儿，天气又恢复正常。此时于理见到了最亲的人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阿和居然看到了前妻于理，就像是做梦一样。敏贞见他一直回望，问他看什么呢？他说没什么，也许是眼花了。于理发现雪花落在自己的肩上，而且还会融化。他还在惊讶当中，一个人撞到了他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过来，是自己复活了。他开心的手舞足蹈，逢人便打招呼。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没多久他冷静下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自己怎么不明不白就复活了呢？这时神婆撑着一把伞来到他面前，他凑到几个老太妹面前，问他们能不能看见自己。看来自己是真的复活了。他去找神婆问个究竟，神婆反问他干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吗？原来是他刚刚哭诉自己命运不公时，情不自禁对着苍天破口大骂，惹恼了上面。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复活，而是一种审判。原本该在上面接受日审判，然后投胎转世或成为阿猫阿狗。根据神婆推断，拿回原本属于他的家庭地位，也就是说做回阿和的妻子小雅的母亲。如果成功，他才能真正活下去；若失败，神婆也不晓得下辈子会变成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但是阿和已经再婚于理，不想那么做。他复活后第一个去的地方是父母那，可是妈妈心脏不好，想想还是算了。这时听到父母跟妹妹的声音，赶快躲到车后面，看他们是从外面遛狗回来。突然那只狗冲着于理方向乱咬，妈妈也感到好奇，不过她并没有发现于理。接着她去了朋友的酒馆，这里已经打烊，强迫症使她整理起墙上的照片，七扭八歪的照片墙变得整齐有序。第二天朋友来到店里，一眼就看出了变化，看来昨晚有人闯了进来。他赶紧打开收银台，竖起食指在里面过一遍，发现方圆面值厚度不对，钱少了。紧接着打给老公阿贵，她以为老公又在偷家里的钱，1万块这么少，阿贵还真不放在眼里，连只鸡都买不到。画面一转，于理支付了1万块，在路边吃起串串来，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吃东西。突然阿和也来到这个小摊，于理转身躲到海报后面，还好他点了杯咖啡就走了，并没发现他。只不过阿和把工作证落在了这，于理吃完，他要把证件送去医院。这时一只鬼魂从后门上车，抢了他的座位。他想起神婆说的话，如果见到鬼魂，一定要装作什么也没看见，不然就会有麻烦。没多久他到了医院，把阿和工作证交给前台。这一幕刚好被值班的阿贵看到，于理不是死了吗？闹鬼了是不是？他紧闭双眼，希望是自己眼花，再一睁眼什么都没有。原来是他发现了，阿贵躲了起来。当阿和拿到证件时，接着把它重新插好，看到上面的涂鸦，瞬间陷入了回忆。就在刚刚，调皮的于理在公交车上恶搞起阿和来，开心过后他有些慌，因为他用的是油性笔，就算用口水也擦不掉。没办法，只好把照片反过来。但是阿和曾见过他用这种方式恶搞过自己，特别是饭桶2个字。他问同事是谁送来的，没等他回答，另一名医生闯了进来，是医院来了急诊，一位心脏破裂的患者急需手术，可胸外科人手短缺，所有医生都在手术。门诊的阿和被推上前冲锋，毕竟他曾经是胸外医生，由于5年前妻子的死，所以他对手术室依旧有阴影，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进去救人。没多久，开始呼吸急促，于理走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，阿和还是做不到，最终没能完成手术。庄教授大发雷霆，摘掉他医师资格证，狠狠扔在地上，问他有什么资格当医生？要不是教授提前完成手术跑去接手，那个病人会因阿和而死。另一边，于理刚刚被神明复活，第一个见到的人是自己的女儿，他趴在窗前，又看到之前那个鬼孩子了，而且女儿一直跟着他。联想到上次冰箱的事情，
他决定把鬼孩子赶出幼儿园，可找了半天并没看到他们。突然鬼孩子从里面跑出来，在他身边经过，没等他叫住男孩，女儿紧随其后也跑了过来。于理看到，把他搂进怀里，第一次拥抱自己的女儿，这种感觉是夜寐以求，曾经无数次伸出双手，可每次都是空欢喜一场，更多的都是失落。现在好不容易抱住女儿，他眼含热泪，舍不得放手。这时老师走出来，误把于理当成了接孩子的保姆，他并没有否认，能送女儿回家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途中小雅突然停下，原来他是想去里面玩，因为涂鸦的事情，阿和来到骨灰堂看望于理。这时法诊打来电话，说孩子不见了。于理被这种幸福冲昏头脑，完全沉浸在他们二人世界，一不小心孩子从秋千上飞了出去。于理赶快去扶他起来，见女儿手被摔破，他心疼的不行，一边哭一边向他道歉。敏珍他们还在到处寻找孩子，这时阿和听到了哭声，突然停下脚步，他若有所思，朝着声音的方向寻找，终于见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人，不过也令他匪夷所思，死了5年的妻子怎么会出现在自己面前？于理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和先把孩子送回去，来不及跟他解释，接着跑去跟于理见面。于理思虑再三，刚想要矢口否认，阿和把工作证放在他面前，所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于理。不过并没有告诉他自己之前是一个鬼魂，还有49日的审判。阿和先把他送到酒店，接着把信用卡留给他用，说明天会再来看他。回到家他魂不守舍，敏珍问是谁把孩子带走的，阿和吞吞吐吐，一个朋友而已。看他不想说，敏珍也没再多问。这时手机不停地发来短消息，一连串的消费信息，是于理订了好多外卖。房间桌子上摆满了食物，又从冰箱拿出好多啤酒，终于可以大吃一顿，不用像以前一样看着他们俩喝着啤酒吃着炸鸡，口水直流。第二天一早从酒店醒来，不能荒度这49天，先要解决的是女儿身边的鬼孩子。老人死后第7天变成了蝴蝶，回来看一眼家人们算是最后的告别，结果大儿子一巴掌将蝴蝶拍死，免得他在餐桌上飞来飞去。现在提起这件事就哭一鼻子，在众鬼之中都抬不起头来。这里还有一位特殊的人，他死了5年，上天给他49天的复活时间，别的鬼魂得知后求他给阳间的亲人传话，结果他一口回绝了。如果每个人都来找他传话，恐怕这49天什么也做不了。他们的对话被更多的鬼听到，把他围住了。这时他终于明白神婆为什么叫他保守秘密了，他好不容易甩掉了他们，偶然间他看到了妈妈，现在妈妈变得有些憔悴，而且膝盖的老毛病也犯了。此时他前夫收到消息，发现他正在用信用卡刷保健品，糟糕，他是要去见父母，赶紧给小姨子打电话，叫他给二老先吃上救心丸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。说着朝岳父家赶去。妈妈得知女婿要来，把女儿臭骂一顿，不许跟那个人有任何瓜葛。阿和到了他们家，问小姨子家里没来什么人吗？这时他看到地上放的营养品，看来他已经来过了。既然不想让家人知道，阿和便更不能透露了。另一边，于理来到女儿的幼儿园，看到了总缠着他女儿的鬼孩子。于理把他叫出来聊聊，语重心长地说他不该出现在幼儿园里，孩子们会生病的，起身要把他带去别的地方。老师见他古怪，立刻跑出来，鬼孩子趁机跑回教室。于理刚想去追，结果被老师拦住。这时他看见门上贴的招聘帮助信息，不如先应聘这份工作，既能看着女儿，又能肃清他身边的鬼魂。晚上阿和来接女儿回家，透过玻璃看到于理跟女儿在一起，心里感到不是滋味，觉得欠他太多。阿和转身离去，想多给他们一些在一起的时间。没过多久，老婆敏珍打来电话说要去接孩子，阿和本想阻拦，却没能成功。敏珍虽没见过于理，但见过他的照片，而且于理还不知道自己再婚，他们俩见面恐怕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此时他已经到了幼儿园附近，阿和飞奔过去，要赶在他之前把孩子接走。这时小雅听到妈妈的声音跑了出去，于理紧随其后，结果他们还是撞到一起。敏珍看着他愣住了，大吃一惊。这时阿和气喘吁吁闯了进来，他刚想开口解释，老师出来把于理叫过去面试。回家的路上，敏珍问阿和，不觉得刚才那个人很像他吗？阿和停下来要把真相告诉他，可是他难以启齿，终究没能说出来。晚上阿和去了酒店，于理说我已经死了，你得继续生活下去，没什么好抱歉的。他临走前送给于理一部手机。回到房间，他登录以前的社交账号，发现最好的朋友闲情发布了好多关于怀念自己的内容。于理伤感的同时，不小心给他点了个赞。女人打开朋友圈吓了一跳，去世多年的好友给自己点了赞。死而复生的于理正惊慌失措，他并不是故意点赞的，他只有49天复活时间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清理掉女儿身边的鬼魂。今天他跑到神婆那儿要了些灵符，彩色打印机批量生产出来的。到了幼儿园，看到鬼孩子依然跟女儿在一起，路跟着他来到厨房，小鬼又钻进了冰箱。于理打开门，把灵符拿到孩子面前，不忍直视。奇怪的是，没有尖叫声。他睁眼一瞧，孩子蛮兴奋的，就差把灵符吃进肚子里了。他觉得神婆是在招摇撞骗，其实并没有骗他，只有意识到自己是鬼魂，灵符才会起到作用。显然鬼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吃饭时间到了，等女儿来到他面前时，给他挑了好多肉，之后抢了前辈的勺子，从汤里捞了一些干的，满满的幸福感。前辈不知道是他的女儿，说这个小女孩古里古怪的，有的家长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，建议把她调到别的班级。于理听了火冒三丈，要把自己的孩子调走。不过小雅就是古怪，
别的小朋友都把地下的帽子交给老师，可他偏偏要给鬼孩子。也许是小雅觉得他捡不起来地下的东西，只是帮他而已。于理经过照片墙时注意到，在介绍我的家人一栏中看到了那个鬼孩子，原来他生前是在这所幼儿园，怪不得他不肯离开。放学时间到了，男孩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妈妈接走，他会越来越失落，一直在等妈妈来接他。等所有孩子走后，他来到男孩面前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于理找个借口去了外面。原来他已经把消息告诉了男孩的妈妈，希望他能来接儿子。妈妈按照约定时间出现了，于理躲在一旁看着他按响了接孩子的铃，终于等到妈妈来接自己。小家伙开心极了，园长略带尴尬的上前问候。这时小家伙跑到妈妈身边，妈妈看向下面，园长俯下身子问他怎么了。小雅没有回答，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玩具，妈妈接过来，看见上面写着儿子的名字，他接着问小雅，有人在这里吗？他依然没有回答，他难过极了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而此时男孩紧紧地搂着他，看着他跟在妈妈身后那小小的身影，于理有些感慨，虽然达到目的，但不由得感到伤感。再回到里面，听到老师们在讨论那个妈妈，据说曾经为了不让贺正跟小雅玩，妈妈闹得特别凶，一再要求把小雅调到别的班，想不到最后是小雅把玩具交给他，所以他一定很内疚吧。此时他遇见了小雅的妈妈，并叫住了她，为曾经做的一切向她道歉，还有请替我向小雅说一声谢谢。于理漫不经心地走着，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。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人，那个人被吓得不轻，他就是于理称赞的那位最好的朋友阿贵。查看店里的监控时被吓到了，老婆的闺蜜已经去世5年了，竟然出现在自己的店里，他要把这个吓人的好消息告诉老婆，只是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时他的妻子闲情回到了店里，他没想到妻子那么淡定，自己先躲起来，正是闲情在街上遇见他，把他带回来了。于理离奇的复活让前夫百思不得其解，突然他想到互联网或许会有答案，关于死而复生的消息，果然有一个，点进去，上面写着像白痴一样什么都信。这是阿贵发来的信息，于理在店里叫他马上过去。前脚刚走，教授去了他的办公室，桌子上一堆纸，是人又没了，教授被折磨得没了脾气，快被他气吐血。这边老调重弹，问他为什么会复活，为什么不回去看看父母。于理求他们别再参与自己的事情，给自己49天时间就行，最终大家尊重他的意见。第二天，于理继续为女儿肃清幼儿园里面的鬼魂。你好，他用红豆和灵符作为自己的法宝，他们5个男女老少都被找了出来，但他们似乎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。那边的神婆还在忙着给别人做法事，结果他发现自己的法宝不见了，这让现场变得挺尴尬。转眼间5个鬼魂就被固定在树上了，原来他的法宝在于理手里，他们只能妥协答应离开这个地方。到了夜晚，泡面里打进一颗生鸡蛋，闲情陪他坐在便利店外面，他对于理提出了疑问，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女儿继母有特别的嗜好。于理对这些都了如指掌，毕竟他的灵魂在他们周围已经5年了，每晚敏珍都会打开他的橱柜，那里藏着他的烧酒。于理说，虽然敏珍有点自闭，但他绝对是个好人。正所谓说曹操到，于理担心被认出来，所以赶紧找地方躲了起来。他去超市拿了瓶烧酒，但内心挣扎后还是决定放弃。他拿着啤酒坐在于理常坐的位置，心情沉重。对于敏珍来说，闲情是他唯一的倾诉对象，因为白天发现女儿有问题，他的心智和语言能力不太发达，敏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。虽然他不擅长和孩子交流，但他一直把于理的女儿当做自己的孩子。对于于理而言，能让这样的妈妈养育自己的女儿是幸运的。今天阿和志新感到不安，因为幼儿园有亲子活动，他担心会被夹在于理和敏珍之间。活动期间，敏珍从教室出来叫阿和回去，那时小雅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她从别的孩子那里抓了一些红豆，旁边的妈妈们都很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对小雅说了几句话。小雅，闲情看到后让小雅到自己这边来。这时小雅一把扔了些红豆到他们面前，那个女人脸色沉了下来，开始教育小雅。小雅的父母进来，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那个女人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闲情还没等到反击的机会，突然红豆雨洒在了她的头上，原来是于理在为女儿出头。他说这才是红豆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不仅如此，于理还在给孩子们分餐。此时听到小雅在哭，原来是一个同学咬住了小雅的手腕，别人还在惊讶中，于理赶紧上前心疼女儿。敏珍看到了于理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等于理反应过来，不知道该如何收场，他责怪自己太冲动，担心敏珍知道真相，怕她放弃现在的家庭。就在这时，店里来了一位客人，他的到来让两人有些惊讶，原来是敏珍来了。地上有钱掉落，女人拼命的捡，现在他回想起捡钱那一幕，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敏珍在起床时发现自己狼狈不堪，额头莫名多了2处伤口，想不起来昨晚发生了什么。送女儿上学的路上又遇见了不太熟的2个人，一个鼻子受了伤，另一个同样是额头受伤。敏珍记起来了，原来昨晚他们俩一起喝酒时，敏珍加入进来，可敏珍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女儿的亲生母亲。他们一言不发，敏珍喝下3杯酒后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们家小雅。他们听了吓得不轻，敏珍不会知道真相了吧？结果他喝多了，一头栽了下去。接下来他看到满地都是钱，大把大把的树叶子拥入怀中，面额逐渐变大。之后他冲向马路，于理一把拦住。敏珍看着于理，说了心里话，他的脸庞，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相撞。他口袋里现在还有2束钞票，
所有的鬼魂都知道了于理是因为亵渎天命才复活，他们也开始无所顾忌地诋毁神灵。神婆得知后立刻赶到这里，他掏出灵符将他们赶出了寺庙。这些亡魂总是惹麻烦，作为惩罚，他暂时将他们关进了黑屋。结果有一张灵符没贴稳，一家3口就从里面逃了出来。大家都请求他们帮忙撕掉灵符。突然他们想起了于理，于是他们直奔幼儿园找到了他的女儿。于理看到了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，马上介入帮忙。原来他们是来帮于理驱赶围绕女儿的鬼魂。不一会儿，于理手里握着许多灵符，他释放了这些老朋友。只是当他们看到于理时，就把他当作生死的中介，请求他帮忙解决各种问题。于理本想离开，但他们的话语触动了他。我们的心情只有你最明白，如果连你都不帮，我们还能求助于谁？确实，人死后总有许多遗憾。这个学生一时冲动自尽，现在看着母亲的憔悴，如果能重来，他绝不会选择自杀。另一个灵魂看着女儿受苦，得了癌症却不用止痛药，因为他的母亲也是死于癌症。母亲最后的遗言是：我很痛。女儿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顾一切去治疗，最终却让她遭受了更多痛苦。她说，相比给母亲的痛苦，自己承受的又算得了什么？最后于理决定帮这里的每个鬼魂实现一个愿望，他们欢天喜地，非常高兴。但他们不知道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这位女士正在帮鬼魂整理他们儿子的房间，不久儿子就回来了。乱七八糟的房间突然变得井井有条，一桌丰盛的佳肴也准备好了，那都是幽灵母亲在旁指导于理完成的。人们是看不见幽灵的。于理暂时躲进了衣柜，他正系头发的时候，发带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了，但飞出去的发带被儿子看见了。他拿起工具警戒在衣柜旁，3个幽灵让于理把门钉上，他真的照做了。时间倒流回20年前，他们刚给女儿开完家长会，正准备去接儿子放学，结果在校门前出了事故。儿子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一家人离世，只剩他一个，他们没有办法放下儿子。这20年来始终陪伴在他身边，只是不喜欢儿子的飞行员工作，工作时总不能守在他身边，主要是太接近天空，害怕神明会把他们带走。他的命运册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：如果思念的家人不在人间，我就去天上找他们。这是他选择那份职业的原因。于理被打后并无大碍，只是喷了点血。他们真心感激于理，为未来的报恩埋下伏笔。于理简单整理了一下，然后去了骨灰堂。这里突然变得非常宁静，因为于理只能帮他们完成一件事，所以他们非常珍惜这个机会。还没决定好，管理这里的神婆很赏识他，只有49天的时间，他还帮助别人实现愿望，这是神婆自己想做却做不到的。忙碌了一整天，于理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到了自己的女儿，还有后母敏珍。小女孩加快脚步，张开双臂向于理奔来。于理含泪微笑，她感到无比幸福。敏珍看到这一幕，觉得不寻常，幸福总是短暂的。紧接着，敏珍从于理手中接过了女儿，孩子被她带走了。于理回想起敏珍昨晚在酒馆的话：你就来做小雅的妈妈吧。他原以为自己会成为女孩的日常接送人，这样一来，既可以陪伴女儿，同时还能帮忙清除家中不宁的幽灵。不过，敏珍并没有直接同意。在回家路上，他询问女儿是否喜欢那位阿姨，小雅立刻表示喜欢。敏珍心里有点嫉妒，抱怨女儿从未对她这样笑过。然后小雅亲吻了她的手，说她更爱妈妈。于理目送他们远去，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悲伤。在另一方面，于理的前夫和朋友们感觉到了异常，他突然复活了，对过去5年的事情了然于心，显然他在隐瞒着什么。他们想帮助于理，却无能为力。神婆也没有预料到这一点，发现于理并非因为责骂天命而复活，因为其他人集体去骂天，也没见有人复活。他到底为何复活，仍是个谜。对于女儿突然的去世，母亲不知道如何面对没有女儿的生活，所以她只能通过不停的工作来麻醉自己，既伤心又感到无助。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此刻已故的女儿就在家门外，她却在犹豫是否该进家门，因为她害怕再次死去，离开会再次伤害家人。父亲发现地上的营养品感到困惑，这些营养品正好适合他们的体质，除了女儿，谁还会这么了解他们的健康需求呢？母亲因物思人，情绪激动，她骑车去公园散心，于理也恰好在那里，母女俩几乎同时到达，却擦肩而过。然后按照惯例，他每天去寺庙为女儿念经祈福。当他离开时，一个通灵者拦住了他。通灵者告诉他，逝去的孩子总是念着母亲，灵魂不散，哭泣哀求，难以离开人间。说着就递给他一张符咒，只要9块9。这时神婆突然出现，一把推开那人，斥责他用灵符在这里骗人。结果他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他根本没哭。妈妈听后非常生气，女儿竟在别人口中成了无家可归的幽灵。神婆意识到自己失言，感到很对不起于理。爸爸独自在家偷偷看着外孙女的照片，这是他没告诉妻子，去幼儿园做志愿者时拍的。突然的情感泛滥让他措手不及，让他感到措手不及。那天晚上，妈妈发现他的手机解锁密码被改了，小女儿知道新密码，帮妈妈打开了手机，发现了爸爸的秘密，决定找他理论。我连做志愿者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只是希望孩子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最终他的手停在了删除键上，犹豫再三，像是割掉一块肉一样痛苦。神婆最终还是决定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于理。他们在于理朋友的酒吧里见面，朋友问神婆他怎么会复活，但这件事怎么能轻易说出口呢？他轻拍于理，示意他把朋友支开。趁朋友去买菜的时候，神婆向他倾诉了今天的经历，说个不停。朋友回来后，无意中听到了他对于理说的话：上天让你活下来的原因不重要，只要在49天内重新成为阿和的妻子，
小雅的母亲，你就不用再死一次，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但于里仍旧拒绝。正听到这里，贤琴突然冲了进来，她终于明白了一切。没想到于里会选择再次离开，她立刻给阿和打电话，想告诉他真相，为于里腾出位置。于里迅速夺过手机，挂断了通话，求他别插手，说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他们争吵了很久，于里哭得非常伤心，最后贤琴让步，走上前去安慰于里。正巧妈妈骑车路过这个地方，然后她发现了他们，盯着于里看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幸好他没受伤。他不敢相信的慢慢走了过去，于里注意到了他惊讶的神情，回头一看，他们都惊呆了。妈妈骑车时看到5年前去世的女儿坐在地上哭泣，她心脏本来就不好，太激动晕倒了。此刻他们已经在医院里，妈妈昏迷中回到了2年前的场景。和尚说父母去世了最多服丧3年，死亡是自然规律，现在是时候放下了。妈妈觉得这样做有点残酷，10个月怀胎，养了他30年，让我仅用3年就忘了他，太想再见他一面，哪怕只有一次。外头的神婆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，丧偶的女性称寡妇，丧偶的男性称官夫，失去父母的人称孤儿，那失去孩子的父母应称什么呢？因为这痛楚难以形容，任何词语都难以增加其分量。但现在他与女儿见面的机会到了，女婿得知岳母住院，对现任妻子撒了个谎，说医院有紧急情况叫他。阿和赶到了医院，岳母这时恰好苏醒，抓住阿和的手说，我好像见到了什么，但不确定是否真实。话没说完，又看到了身边的女儿，他起身想摸摸女儿的脸，仔细端详女儿。于里的爸爸和妹妹也赶到了，看着他们紧紧拥抱，泣不成声。这不就是女儿吗？虽然不理解怎么回事，但于里就真实的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那个夜以继日思念的人突然归来，妹妹也被感动的哭了。于里和妈妈一起回了家，妈妈抱着女儿，他们亲密的交谈，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。灵魂曾静静陪伴在妈妈身旁，从彼此深深的思念到如今又在一起幸福生活，仿佛是一场梦。第二天，于里一大早就出了门，看到门上挂着阿和留下的检查报告，回忆起跟阿和初相识的日子。阿和选择胸外科是为了于里的妈妈，他曾说如果心脏有病，最好能有医生时刻在身边，他承诺会照顾于里妈妈一生一世。于里被阿和的承诺深深打动。可是于里去世后，妈妈在医院治疗，再也没有联系过阿和，但阿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帮助妈妈治疗。作为灵魂的于里看在眼里，感激在心，这辈子能遇到阿和，他感到非常庆幸。于里还是去幼儿园帮忙做厨师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小雅，他主动帮小雅换鞋。敏珍知道于里喜欢小雅，可能有些过于喜欢了。临走前，于里给了他2罐咖啡。敏珍说他不喜欢这种咖啡，只爱喝美式咖啡。于里忍不住笑了，还装得那么高贵。作为鬼魂，他整天看你喝这种咖啡。敏珍最终答应了他之前的请求，让于里成为小雅的接送保姆。放学时，于里准备了灵符，还带了些红豆，他想借此机会去小雅家里驱赶不安的灵魂。于里以为女儿已经痊愈，但在街边给她买吃的时候，发现小雅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一个男人。于里立刻认出那是个鬼魂，看来之前清理的鬼魂没有效果，他的女儿仍然能看到这些不干净的东西。鬼魂一闪而过他面前，于里手持法器迅速追了上去，但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犹豫了，因为作为曾经的鬼魂，他无法为女儿盖好被子。于是他转向客厅，找到了女儿的继母。于里不断的叨叨，无论是孩子的父亲还是继母，都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。他发誓绝不闯入他们的私人空间。现在的于里为了女儿已经无暇顾及太多，看到那些化妆品还有他们的婚纱合影，心中不免感到一丝失落。而且鬼魂也不在这儿，他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，才明白他是故意放长线钓大鱼。突然一个转身，狡猾的傅灵被困在墙上，谁让你不走，总爱徘徊这里。于里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。那女鬼是个童真鬼，对阿和垂涎3尺，却始终未能侵入敏珍的身体，最后将女鬼交给了神婆，也算是帮朋友提升了业绩。但童真鬼并非他所好，所以他找来了一个专业的同行。德富林只能游走于阴气浓重之处，于里将其送往一个3鬼聚集的飞行员家。然后他向神婆提出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：如果清除了女儿周围的所有鬼魂，他还是能看见鬼怎么办呢？神婆淡然回答：他将来的生活或许会像我一样。于里听后惊慌失措，坚决不让女儿从事这行业。他的话语完全没有考虑神婆的感受。于里接完孩子后，被朋友叫到酒馆，朋友又一次追问他：你作为母亲，在孩子眼中仅是一个接送保姆，为什么不去认他？为什么非得离世？于里转头望着女儿，最终对朋友坦白了真相：我当然想要活下去，我多么希望能活着，但是小雅能看到鬼，全都是因为我。作为母亲，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，只有当我不在了，小雅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。第二天，阿和接到了于里的电话，听起来他似乎在啜泣，原来他为了救人再次出了车祸。阿和像疯了一样冲向急诊室，这一次他是不再让悲剧发生。而神婆那边情况也有了新的变化，回想于里对他们这类人的偏见，心里不免有点失落。他提起包包，准备开启新的一天，刚走到门口，就有个神秘人出现，散发着一股不祥的气息。神婆看到他，露出吃惊的表情。他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，他淡定的回答：一直没有你的消息，我只好亲自来找他。他们提到的人正是于里的女儿小雅。于里见状，着急的催促医生先救那位老人，护士却说要优先救治重伤者。那人只是受了点惊吓，没人相信于里的判断。就在刚才，于里在街上预感到了一场事故，
他毫不犹豫地跑去救了那位老人，老人却昏迷不醒。阿和本以为于里出事了，急忙冲到急诊室，看到于里没事，他终于放心了。于里说里面那人情况危急，让他快点进去救人。阿和拿出手电筒检查他瞳孔，发现确实是危重病人，赶紧让那位护士呼叫心脏科医生。不久阿和回来说情况已经不那么紧急，家属一到就可以手术。但他好奇地问于里，你怎么知道他快不行了？他用直觉来敷衍阿和。自于里复活后，他几乎时刻陪伴在女儿身边。他说这次就算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。他们经过一家服装店，于里看上了橱窗中的一条裙子，他决定购买送给妹妹。但到了晚上，他发现裙子又回到了自己房间。原来妹妹下班后同样被那条裙子吸引，也买了一条一样的回来。结果两人不约而同送给了彼此。这一切都源于一次因衣服起的争执。他们各自拿起剪刀准备破坏对方的衣物。于里情绪失控，认真的捡起来，他的衣服被剪得支离破碎。妹妹气得眼睛都要凸出来，然后姐妹俩开始互相扭打。转眼间，于里因车祸去世，妹妹悲伤地抱着那件衣服，深深地怀念她的姐姐，嘴里轻声念叨着姐姐的名字。姐姐。于里的鬼魂在一边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感到剧痛。这件事给他们的心中都留下了遗憾。亲情，它与我们同在，看似普通，却能勾勒出深刻和温暖的纪念，永远不会消逝。于里睡着后，爸爸坐在他床边，回忆起失去女儿的那段时光，情感变得激动。于里醒来，看到父亲在那里抑制不住泪水，他感到非常心疼。原本想安慰父亲，结果自己也忍不住落泪。于里继续去幼儿园工作。一个小朋友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说小雅的妈妈要抛弃小雅。于里对关于女儿的谣言特别反感，他询问孩子这话是从哪里听来的。女孩说是无意间听父母聊天时听到的。此刻那位女孩的妈妈还在传播小雅父母即将离婚的谣言，不小心发到了幼儿园家长群里。于里的朋友们看后都气愤不已。此时于里怒气冲冲地过来了，小雅的继母也看到了这条信息。事情没完没了，那些女人整天就知道八卦，因此他们三人又聚在一起。敏贞提出了一个主意，接着他们换上了新衣服，先是摆出架势，然后堵住那3个八卦女在儿童乐园，在这里引发了一场大混战。另一边，阿和一个人在家陪伴女儿，爸爸询问这张贴纸应该放在哪儿，小雅立刻将它贴在全家福上，然后说出了一个名字车于里。阿和感到非常吃惊，于里复活后改名叫道言，他怎么会知道他亲妈的名字呢？女儿一直不知道有个亲生母亲，但今天却突然提到了他是从哪里得知的呢？爸爸急忙去找于里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于里看了照片，顿时明白了，女儿并不是最近才能见到鬼，原来她一直能感觉到我，还有别的鬼魂经常在她面前提起于里的名字，所以她才会知道。于里感到自责，他可能把女儿吓到了。为了不让阿和伤心，依然没说自己当鬼的事。于里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有人挡住了他。Hello， 一个气场强大的黑衣男子出现在他面前，但于里并未在意，以为是路人，就这样从他身边走过。男子伸出了手中的法杖，于里被一股力量吸引过去，他这才意识到对方不寻常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紧接着他被送向前方，是神婆来救了他。那男子说能救他一时，但救不了他一世，还提到了他的女儿会有更多驱魔人追来。说罢，男子消失在夜色中。于里问神婆那人是谁，为什么会牵涉到他女儿？神婆说那是他的同行，可他冷血无情，他出现的地方鬼魂都无法停留人间，见鬼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为了培养后继者，驱魔人开始盯上他女儿。神婆严肃地问于里，他是否还放弃夺回生命？于里坚信女儿心中最爱的人是妈妈，不能让女儿失去妈妈，因此毅然决然放弃了复活的机会。神婆承诺他离开这49天里会保护好你的女儿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处理，我会确保她不再看到鬼魂。于里随后准备了一些防身工具，也给继母准备了一套，包括甩棍和报警器，还有防狼喷雾。他解释说最近绑架案件频发，让他好好保护小雅。阿和今天把小雅带到于里这里，说他有事请于里照顾小雅。其实他了解于里一家对孩子的思念，但他们又不能认亲，所以他向敏贞撒了个谎，跟他说今天要和阿贵带孩子出去玩。于里看穿了阿和的心思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外公听到孩子的笑声，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跑出去惊喜地看到了孙子，他欣喜若狂。这是自孩子出生以来家里人第一次享受到的家庭乐。不过不巧的是，敏贞在路上碰到了阿贵的妻子和孩子，她意识到丈夫撒了谎，但她并没有揭穿。阿和一个人留到了晚上外面。这时候于里打电话让他去接孩子，他向阿和表达了感激之情，说爸妈今天非常高兴。敏贞在家里稍感不安，给阿和发消息询问他在哪儿。阿和正准备回信息，小雅听到了驱魔师的召唤声，她的爸爸却只顾着玩手机。突然孩子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呼唤，小雅。他像被魔法吸引一样跑向那驱魔师，爸爸阿和却浑然不觉。只见他突然变得严肃，盯着小雅，然后将手放在了他的头顶。这时爸爸回来了，抓住那人的衣领，质问他是谁。那驱魔师阴森地笑了，随后泄露了于里曾是鬼魂的事，说他之前做了5年的鬼，他整天围着你和你的女儿转。不过阿和不知道于里会再次离世的事。阿和把女儿带到朋友家，然后直接找到于里，带着哽咽告诉他，原来你一直在我周围，你看到了一切，你怎么能忍心目睹这一切？阿和跪在于里面前不停道歉，他感到于里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，反观自己却让他看着自己和别人结婚。这时敏贞打电话给阿和，却发现他关机了。
他只好去朋友的店里试试运气。女儿听到妈妈的声音，从里面跑了出来。阿贵的谎言快要暴露了，他支支吾吾地说医院有紧急情况。阿和被叫回去了。敏真没多想。阿和那边，于理说看着你们结婚，我很心痛，但我也感到一丝释然，告诉他不必太自责。于理问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是鬼魂的，他便把经过告诉了于理。于理提醒说有人随时可能带走小雅，让阿和务必保护好女儿。阿和接下来几天都紧紧陪伴女儿。敏真觉得这种改变很奇怪，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阿和约他下午到医院旁的咖啡店，他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他。下午时分，敏真把孩子留给了朋友，由于理和闲情照顾。如果他知道朋友于理是小雅亲妈，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。他还买了3串手链，表达对他们3人友情的认可。于理坐在公园长椅上发呆，外公和小雅在一旁玩耍。于理去买饮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位捡废品的老人不小心跌倒了。于理爸爸好心去帮忙，这时小雅自己走开了。于理买完东西回来，看到爸爸在找孩子，他感到腿软，东西都掉了。小雅在不远处，驱魔师正慢慢向他走来。阿和如约来到了咖啡店，看到妻子急急忙忙的样子跑了出去，听说女儿找不到了，他们马上开始寻找小雅。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可是小雅还是没有找到。敏真崩溃了，倒在阿和怀里哭泣。于理也觉得很自责，正在哭泣时，他看到一个鬼孩子在向他招手，并且指向了滑梯的方向。于理急忙跑上滑梯查看，终于在那里找到了小雅。小雅已经在滑梯里睡着了。原来在下午的时候，于理的3个鬼朋友一如既往地守护着他的儿子。他们发现驱魔师和小雅在一起，抛开了对他过去的恐惧。其中一个男鬼上前吸引驱魔师的注意，其余2个将小雅引开，告诉他躲在滑梯里，千万不要出声。他们原本打算见证儿子婚礼后就离开人间，但为了感谢于理，他们决定放弃这个愿望。驱魔师随后带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于理是从那位神婆那里得知这些事情的，看来只能等自己也离开人间，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了。阿和回到家后，终于向敏真坦白了一切。敏真发现他的朋友身边竟然有个鬼魂，他走上前提醒阿贵，问他这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。阿贵本就胆小，知道于理能看见鬼后，他再也无法不信这些事了，只能靠唱歌来给自己加油打气。然后他去了妻子的酒吧，他的妻子想到于理就要离世，意识到时间不多了，他匆忙跑出去让阿贵看店。他租了一辆新车，决心带于理出去好好享受一天。这是于理复活后难得的快乐时光。阿贵一个人在店里害怕极了，他找出了神婆的名片，请他上门帮忙。天黑时，神婆才赶到，在酒馆门前抓到了那个鬼魂。阿贵对眼前的一幕感到难以置信。他们坐下来，由神婆担当翻译。他们坐得很远，开始进行谈判。阿贵询问鬼魂为什么要缠着自己，灵魂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：只有你能帮到我。他原是个知名的棒球选手，他的挚友为了隐瞒赛场上的舞弊行为，把他害死，伪装成了一场意外的坠楼。不久，那个朋友也遭遇了意外，丧生了。他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找到阿贵，寻求心理咨询。那份记录对他母亲来说至关重要，只要母亲看到那份记录，他就保证不再缠着阿贵。与此同时，敏真还是不相信于理能死而复生，他决定要亲自查个究竟。他们俩玩了一整天，回来时正好被敏真撞见。敏真一路尾随，直到这里，他走上前去确认，确定没错，那是车家人，那位确实是车于理，她确实是女儿的亲生母亲。这意味着自己可能会失去一切。这时，于理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围坐桌前，享受这难得的团圆时光。爸爸也被激动得流下了泪水。可是总有不期而至的事情。朋友回到酒馆后，他忍不住跟阿贵说出了实情。于理可能很快就会再次离世。阿贵听了完全懵了。这时门开了，进来的人是阿和。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上次分别已经让他心如刀绞，现在于理居然还要再死一次。女人想着，既然阿和都知道了，这或许也不是坏事。他对阿和说，只要尽快让于理再成为你的妻子，孩子的母亲，他就有可能存活下来。阿和随后叫于理过来，责问他为何隐瞒这事，对自己太残忍。阿和说，你完成了想做的事就准备离开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2次离去，我该如何承受？于理也终于爆发了。他说，上次死后，他本想抛下人间的牵挂去转世投胎，但看到你痛苦的样子，是你紧紧抓住我不放，反而折磨着自己，是你不让我离开。最后阿和冷静了下来，如果找回位置就能留下，那你就继续活着吧。而且现在敏真已经知道了你的真面目。之后阿和回到了家里，面对敏真，他却始终说不出口。敏真却先一步开口了，他说这些原本都不应该是我的，既然他回来了，那我决定离开你和小雅。阿和低头没有留他，只是轻声说了句对不起，这让敏真感到更加心酸。这3个鬼魂为了报答恩情，把于理的孩子从驱魔人手里救了出来，但他们再也不能留在人间了。今天他们的儿子来纪念他的父母和姐姐，偶然间他看到了于理，不就是前几天来打扫房间的那个人吗？真是太巧了，灵堂里的鬼魂不多了，都快被驱魔人清走了。这时候驱魔人又来了，正好从他身边经过，鬼魂们都吓得找地方躲起来，就看到他朝那3个鬼走去。小伙子刚祭拜完还没走远，他却在那里指手画脚，说不想成为像这3个流浪鬼那样，你们最好乖乖跟我来。然后他挥动法杖，将一只女鬼吸了过去。听到他竟然说自己的父母是流浪鬼，他走上前去揪他的衣服。驱魔人顿时失去了之前的嚣张，看到他的球杆上还挂着一个球，样子差到了极点。在鬼魂们的嘘声中，那个魔法师尴尬的被带走了。另一边，
阿贵正帮助鬼魂江斌实现心愿，请他母亲到医院来，然后把江斌生前的病历给他看，上面记载着他对家人关系的问题。患者非常希望消除父母的矛盾，江斌因为矛盾选择了逃避。多年后，他带着礼物回来，希望能和父母解开心结，却在那晚被人谋害，伪装成自杀。所以妈妈一直以为是因为他儿子才死的，自责不已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儿子的心，心中的重负也终于放下了。阿和为了让于里继续生活下去，邀他一起出去兜风。他想先让于里和他妈妈的感情更亲密。有一天，于里妈妈买菜时突然停了下来，她看到敏珍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显得很失落，不禁回想起于里离开的那段时间。那时，外孙女常来这里玩耍，她就假装路过，坐在长椅上休息。时间一长，敏珍凭直觉猜出了她的真实身份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敏珍见到她，都会带小雅一起去玩耍。对于里妈妈来说，这就像冬天里的一缕暖阳。后来她意识到这并非偶然，敏珍早已猜出了她的真实身份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她。现在于里妈妈也能感受到敏珍的忧愁，于是她坐到了敏珍身旁，问她是否认识自己。敏珍点了点头，继而说道：你作为小雅的妈妈，一定很了解她，正如我了解我的女儿一样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。这番话给了敏珍极大的安慰。临别时，妈妈向她表达了感谢，感谢你一直在关心我。天黑时，阿和将于里送回家，告诉她自己已经请了长假，邀请于里回到他以前的位置。于里深情地告诉他，已经回不去了，让一切都结束吧。因为就在昨天饭局结束后，他贪生怕死地去找了神婆，第一句话就是他想要活着。他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想要继续和女儿还有父母一起生活。神婆告诉他可以活着，但如果他继续活下去，他的女儿这辈子就会一直看到鬼魂。因为杨氏已无于里的躯体，他既是人又是鬼，如果他总在小雅身边，孩子将无法避免。所以于里请求阿和不要再留他，作为父母，不能因为自己想活下去就毁了女儿的未来。最后，阿和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。回到家，他只能对熟睡中的女儿说，幼稚园里那位优雅的老师其实就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她非常非常爱你。阿和内心希望将来的某一天，女儿能理解他今天做出的决定。另一方面，神婆终于明白于里为什么会复活，她急匆匆地跑向佛堂，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祈愿纸，发现其中一张祈愿纸在不断地颤动。神婆注意到一张许愿牌不断地摇晃，她终于揭开了于里复活的秘密。第二天，她将那张许愿牌交给了于里，那是他母亲深藏的心愿，上面写着只想再见女儿一面，哪怕只有一次也好。自从女儿离世后，他每一天都在虔诚的祈祷，是他的真诚感动了天，使得于里得以复活。然后他向神婆询问这49天复活的考验是什么意思。神婆解释说，这是一场试炼，是上天要看你是否会贪恋人间，是否愿意牺牲小雅来换取自己留在人间。于里听后恍然大悟，所有的疑惑烟消云散，他明白自己在杨氏接受了天命的审判，并得到了与家人团聚的最珍贵礼物，心满意足地走完了人生旅程。家里于里房间里的东西也都消失了，母亲心中不免泛起波澜，是女儿担心自己会因误生情。自从于里回来之后，母亲每晚重复同一个梦，梦里女儿不断地向自己告别，然后转身离去。或许女儿的回来就是为了和自己告别，即便梦境成真，她仍然心存感激。她决定微笑着送别女儿。当于里回到家，母亲问了她一个问题：在你复活之前，你的灵魂是否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？见于里犹豫不语，母亲意识到自己猜测正确，她向女儿道歉，只是因为自己太过悲伤。没想到女儿的灵魂一直在她身边，不该让女儿目睹自己如此伤心。在敏珍这边，她决定离开阿和，同时也是她最后一次送女儿上学。小女孩从口袋掏出创口贴，轻贴在妈妈手上，并轻轻地吹了吹。原来小雅察觉到妈妈心情沉重，误以为妈妈身体不适，想要疗愈她。敏珍被女儿的举动深深触动，紧紧拥抱着她。于里拜访了朋友开的酒吧，朋友告诉她这是敏珍刚送来的，让她转交给于里。原来是敏珍之前购买的友谊手链。即便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变故，但她仍然珍视他们3人之间的友情。听说敏珍要和阿和离婚后，于里急忙去找敏珍，劝她不要离开阿和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于里即将再次离去，不久后他将再次与世长辞。敏珍对此感到十分惊异，心情复杂，一方面舍不得朋友，另一方面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随后敏珍与阿和见面，向他坦白心里的感受。他离开阿和不仅仅是因为于里，更因为阿和总是不愿与他分享心事，心中的秘密，总是用一句对不起敷衍了事。对于为女儿做的一切，他总是只会说感谢。他们的关系就像客人一样，他无法走进阿和的内心世界。阿和最终打破了一贯的沉默，他说是因为于里突然离世，让他留下了许多遗憾，因此他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这才会对他保持距离。敏珍叹息，他终于愿意敞开心扉，但为何要等到现在？他决定不再离开阿和，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3天。他开始列出自己的遗愿清单，第一个愿望是实现一个承诺，邀请灵堂中的亡魂一起享用烤肉。服务员看着他一个人自言自语，觉得有些不寻常。白纸上写满了他们的名字，这是一个替代神位，没有他，他们无法享用食物。与之前相比，他们连剩菜剩饭都难得一见，现在却能享受如此奢侈，因此他们衷心的感激于里。然后是下一个愿望，想要回报那些曾帮助过他的人，一顿美食就能搞定，体验宝妈的日常生活。他列出的遗愿清单不过是和不同的人共饮共食，和家人告别。实际上于里写下的更像是一份菜单。最后的愿望
和心爱的人告别，这也是该剧的终章和泪点所在。一切情感在这汇聚。他带着朋友和家人去露营，闲情转交了一封信，是敏珍写给于理的。信里写到他没勇气见面，只好用书信来代替。他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于理和阿和瞒着他，也因为即将失去朋友的伤感。于理最挂心的是他的女儿，所以这些话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礼物。晚饭后，他和阿和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。阿和最遗憾的是看不到女儿长大的样子，不能陪伴于理到老。于理希望阿和将来能过得幸福，哪怕是为了女儿也好。难过时不要悲伤，要记得微笑。女儿第一次叫他妈妈，一声妈妈再见，让我听了心都要碎了。结尾是那位善良的神婆，她告诉于理，像你这样能和所有人告别的人不多，这是神的恩宠。但还有最后一个人没告别，然后递给他一面镜子，让他和自己告别。这面镜子似乎不寻常，剧情会有转折吗？原来只是单纯的告别，意在让他离开人世时无牵无挂，干干净净的走。故事最后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，听说到了天堂会问我们2个问题，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，就能再次为人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这一生快乐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你的存在让其他人快乐了吗？大家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些问题。如果你对第二个问题犹豫不决，那么我来告诉你，作为你的另一个人的亮亮，有你的陪伴，我过得很幸福。